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减法教室。那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环境非常的不一样？我们现在在有机模式做春夏趋势课程的前置动作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们之后的染发教学影片。那我们今天教学的课程是大家最期待的精灵系短发。课程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，先订阅我频道。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它是长发。那我们要把它剪短，然后做一个精灵系短发的操作，总共会分4个步骤，教大家完成这一款发型的剪法。我们先把它的长度先做去除，我会建议大家在去除之前，你可以先用橡皮筋把两边的长度先绑着，然后直接修剪掉之后，然后再开始做裁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绑完了，那我们就先把它剪掉。那记得你下刀的地方是在橡皮筋上面，不是橡皮筋下面。橡皮筋下面的话，你绑这就没用了，直接在橡皮筋上面这里直接做长度的去除。好，那这样就剪完了，就是剪。然后另外一边，那我们这边一样，在剪的时候，我先教大家，你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小扭转，让它束感比较明显一点，你这样下刀的时候会比较好下刀。那如果你有电剪的话，也可以用电剪去切掉，是可以的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在剪发之前呢，我们会先做分区。那在分区之前，建议大家先把头发喷湿，再来做修剪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分区。分区的话，今天我总共分3个区域做修剪：顶部区、两侧跟后脑勺。那我们先把顶部区分出来。然后顶部区我分的时候啊，因为它顶部比较塌，所以我主要去注重它两侧头角的位置。然后另外一边就顺着我们刚刚分过来这一条线画到前面。好，这样完成之后，第2个区域呢，就是后脑勺这一块。这一块是主要的蓬度，细软发或者要剪短，这一块的蓬度都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另外分一个马蹄形的分线。好，直接夹起来。那最后下摆这一区块，就是我们要做修剪的地方。第1个步骤，我们就是把下面的长度先做修剪，修剪完之后，第2个步骤修剪层次跟蓬度，第3个步骤修剪轮廓，那第4个步骤调亮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做的第1步骤就是把长度做修剪。那后脑勺精灵系短发后脑勺可以短一点，所以我们可以抓在发际线下来2个手指头的位置做修剪，因为我们只要保留这里有一点点虚虚的长度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来用这个长度去连接两侧。好，那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啊，请模特头低一些，那梳子由上往下平梳下来。然后平梳下来之后，我们直接把多余的长度平行的去除。梳子就是这样没有张力的梳下来，水平的修剪。好，那这样的长度就完成了，多余的长度就可以去除掉了。那我们再转到前面去看一下两边的长度有没有一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修后面这个区块。后脑勺区域，我们先做一个中层次的修剪，往下45度提拉，拉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块啊，也是我们在修剪精灵系短发比较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让它有一点流线感。好，那我们一般修剪啊，都是在手指头的内侧做修剪。那我们这一次在剪精灵系短发，大家可以尝试的用手指头外侧，这里直接下，让它多一点层次的轮廓。那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这个技巧。提拉出来之后，我们把外轮廓多余的长度修掉，直接从内层然后往下修下去，然后连接到两侧，可以对到旁边的一个头发的位置，拉出来，然后看到刚刚修剪的长度，直接做修剪。然后到耳朵这里的时候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分线的时候，耳朵中间往前跟往后，那一样，提拉下来，这边外层修剪下去，好，在另外一边，好，这里往外提拉，内侧修剪，修剪完，我们再把比较虚的尾段稍微修一下。
那它这边就不会那么厚。好，那两侧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刚修的长度在这里，那现在最长的在这边，它有一个很大的断层，我们要修一个斜度下来做连接，然后出下来，然后手指头拿一个斜度，那前面的位置保留所谓的长度，然后往上做去除。这样它就有一个斜度下来的感觉。那我们再来修另外一边，我们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往下梳就好了。那可以看到这边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，多余出来的长度我们把它去除掉。好，保留它两侧的长度。第一个步骤我们完成就是下摆的步骤。那我们现在剪第二个步骤就是中层次。这个层次啊，我们一律45度做连接修剪，这样就可以完成，所以它非常的简单。那我们这边直接做一个直立分线。然后梳起来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刚刚剪比较短的地方，那我们往下45度角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比较短，这边比较长，直接去除。然后两侧慢慢的顺着头型放射修剪，然后到耳朵这边比较短的地方，一样顺着连接，然后再转过来，侧面。好了，这样一边就完成了。我们再剪另外一边。那我们第二阶段这个步骤就完成，它就会呈现一个包覆进去的状态。那我们再来剪最后的顶部的位置。第三个步骤呢，我们把上面的头发放下来，两侧往前修剪。那侧面跟后面的部分，我们一样45度提拉，去做一个蓬度的调整。那这样第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两侧往前提拉45度。我们原本的长度在这边，那以上这里我们直接进行切除。好，另外一边一样往前45度，因为这里有包含了刘海，所以我们长度稍微注意一下。这是我们刚刚比较短的地方，那我们要顺着长度做衔接。它可以在发尾处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剪的动作。那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再来修后脑勺的部分。后脑勺的话，我们提拉45度角，那连接刚刚的长度，那一样顺着头型做修剪。那耳朵这边提拉起来，看到比较多余的角度去除掉，它这边的蓬度就会出来了。然后衔接到前面这里的时候，45度修上去，然后最后这里再做一个层次的调整。好了，那以上3个步骤都完成了。第4个步骤就是做最后的调亮跟调整。那我会先把头发的发流先洗回来，所以我们先做清洁，清洁完之后再来做最后的调整的动作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入第4个步骤，我们会先做一点层次的调整，让它的轮廓不要那么厚重，然后再做一点打薄的效果。那我们可以顺着头型直立分线，把它的头发90度提拉出来，然后做一个点剪的动作，让它头发比较有多一点轻盈的效果，这样它放下来头发就不会太厚重了。然后它下去的位置啊，大概就是在剪刀的1/3处去做点剪。然后这边也是下去，像这样的效果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头发就有比较多的锯齿的感觉。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就再来一次。然后顺着头型，每一片头发都稍微调整一下，然后再拿打薄刀来调整。那这样第4个步骤就完成了。刘海这一块啊，我们直接深入做一个深点剪的动作，像这样的效果，让它头发有一个明显的锯齿的一个感觉，梳出来，夹着反转，然后做深点剪，剪刀深入进去，斜度一点点15度就好了。深点剪的话，主要是直立，然后往外倾斜10度到15度左右。好，调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中段的发尾打薄。这一次打薄的话，我是选择15% 的打薄刀。那我们先把中段这一块最后的地方做一点调整。好，这边夹起来。如果你比较不会提拉这么短的头发，你可以用梳子由下往上梳上来，那在发尾这里1、2、
3、4、5下调亮，那再来换另外一边，这里再一次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那这样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厚薄度 O 不 OK。好，我们再来放下来，调整中段的区域。中段区域的话，直接直立分线梳起来，由内往外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一次3、4、5，再一次2、3、4、5，总共3次。那往下梳，这块的厚度就调整完了。然后两侧也是一样，总共分3次，然后3层的位置，2、3、4、5。这样就会保留住外轮廓的头发不会打太薄，然后容易翘起来，它就会比较顺一点的服帖感。然后再来耳朵，耳朵的话，我们这边距离从太阳穴分上来，耳朵上方这块比较厚度的地方分一个小三角形，接着做一个调亮的动作。从太阳穴发际线的位置分出来，然后这里分一个小三角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有一个三角形的位置。那分出来之后，我们直接做直立式的打薄调亮。好，然后耳朵后面这一区块也要再稍微调整一下。这样它在塞耳后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厚重的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剪发4个步骤完成，就会得到这样的发型。两侧是比较短的，然后包含后脑勺的部分蓬度都会比较好一点。那这样短发的发型就完成了。那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型的特写。好，那大家有看到刚刚的特写，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造型后的重点整理，总共分为4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把所有长度先修剪掉，从后脑勺这边去取第一个长度，然后做水平修剪。修剪完之后，把层次的部分做修剪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第二步骤，全部45度角做连接。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两侧这里的一个斜度。去做一个连接的动作，是要做一个倾斜45度角连接。第3个步骤，我们顺着顶部区的头型去做一个放射线的裁剪，那全部一样是连接45度角的修剪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调亮跟打薄的部分。调亮的部分，我们选择深点剪去柔和轮廓线，那这样打薄刀去调整内部的头发厚度。那以上这4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这一款发型。好，以上就是金尼系短发的教学。那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额外拍影片跟你分享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剪发技巧，影片下方有课程报名的资讯栏，为了大家所开的实体课程，欢迎来有造型的剪发学院报名上课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最后这边附上 IGFB， 这边有 LINE 跟微信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这边跟我私讯或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